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，就是越贵的一餐越容易把人吃睡着？今天我们去的这家餐厅就非常的催眠。催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环境，更多的是服务员每次上菜都会给你讲解半天。我是来吃饭的，哥哥。全菜上完了吗？又到了吃一餐的日子。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6です。3人で。这种餐厅一般是先在网上预约好的餐品之后再过来，而且菜基本上没得选。我点的这个是红茶哈，不要误会。第一道菜我们给它取名叫绿色心情好了，这个像抹茶团子一样的东西其实是菠菜泥，非常的无语。一勺菜，我只能说液体蔬菜，快乐的崇拜。不过还好这个汤特别的惊艳，它是北海道鹿肉汤，特别的咸的。第二个菜是牛舌，但它的下面铺的是鹅肝酱和山药，而且牛舌用的是靠近喉咙的那部分舌头，就是吃起来不腻，还比较爽口。基本上是生的。这个菜牛逼，然后在上下一道前菜之前上了2个面包，很硬很干。下一道菜它是一块金木雕，但这个应该不是烤的也不是煎的，因为它下面的肉还看得到血丝，它能保证下面鲜嫩的同时表面是很脆的。上面那层皮就跟 A4 纸一样薄。接下来这个是他们家最招牌的一道前菜，我们就叫它黄色心情好了。上面是鸡蛋泡沫，黄色的是咸奶油，然后里面包的是鹅肝，还加了一点葡萄干在里面，就是整体吃起来像甜品但是又有奶油鹅肝的香味儿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奇妙。第一次吃这种味道的鹅肝。第一道主菜是这个意面，上面是一些干野菜。虽然说这个是意餐，但这个面怎么看怎么都像西瓜面，感觉有被糊弄到，很好吃啊。然后第二道主菜是一条鲶鱼，就6月份吃鲶鱼是日本的一个习俗吧。鱼的下面是一坨绿色的米饭，虽然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主菜，鱼身非常的软，有一种苦涩的香味儿，味道是高级的。最后的这道主菜就是今天最大的主角，北海道农场的鹿排，因为他家是用香槟酒去了腥味儿，所以他端上来的时候都是一股香槟的味道，特别装逼。3分熟，吃起来的口感跟牛肉差不多，但是味道是那种有点像乌鸡汤的药材味儿，完全没有牛排那种很油腻的味道，有一点点红酒的味道。然后旁边是芦笋土豆泥梅子酱，特别喜欢这道菜。然后第一道甜品是芹菜冰淇淋，我第一次吃这种搭配，不过味道意外的很夏天。最后一道甜品我们就叫它红色心情吧，上面是一层红酒果冻，下面藏了一堆冰淇淋巧克力车厘子，感觉这就比木瓜高级多了。总的来说今天吃了很多菜，虽然有些菜的设计意义不明，但整体还是比较满足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看玩意儿。不是，现在的法餐都这么便宜了吗？而且今天这家店看上去档次也没有很低啊。是不是现在的人都不怎么吃法餐了？感觉今天算是捡到了一个宝，因为主要是看到他们家的鹅肝饭特别的近。这位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啊，谢耳朵，叫做遅くなった。3時までなんですけど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。还有1个多小时。感觉这家餐厅生意非常好，因为我们已经预约了餐品，所以就直接上菜吧。第一个小菜是芝士条，可以就着吐司一块吃。然后第一个前菜应该是金枪鱼，就是那种法式酸酸的味道。然后是薯片土豆泥，可能这就是法国的亲子冬吧。三文鱼里面加的是咸芝士，吃一顿法餐可以胖10斤。但这道菜我今天非常推荐，奶油蘑菇汤，虾仁加上纯正浓郁的奶香，可以用脆脆的面包片，也可以用厚实的吐司，反正就是尽可能多的裹上汤汁。那一口下去味道太浓了，里面的小蘑菇直接挖着吃就很爽，我太爱这个味道了。然后第一个主菜是一整只大龙虾，师傅会把龙虾爪单独剔出来，镶在虾头的地方，爪子的肉就特别有嚼劲，烤的焦焦的有一点。龙虾尾里面也灌满了芝士，我这一叉子下去都在爆浆，而且吃这个完全不用剥壳，叉子一挑就能全扯出来，特别过瘾。特别是这种表面焦黄，下面嫩嫩的龙虾尾，感觉这个虾肉都在嘴巴里弹。旁边这个是鸡蛋羹，上面的酱料像是番茄咖喱味儿。下一道主菜是鱼排，上面铺了2片大萝卜，而且下面还是萝卜，我还以为是我火龙果呢。不过这样吃鱼肉还意外的爽口，因为那个萝卜是红酒炖的，花样非常多。然后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主场大明星，他家的鹅肝饭，2块超大的鹅肝配上法国酱油，就这个饭光是鹅肝就很神仙了，而且下面的饭还是芝士加蟹黄酱的味道，好吃。这个有点像咸蛋黄焗饭的那种感觉。鹅肝也是一口咬下去会在嘴巴里爆油的那种，吃完它之后胖多少都无所谓，反正我是觉得值了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还是一道巨硬的菜，这真的硬过头了。鹅肝加牛排加土豆泥，这是什么养猪套餐？感觉他家的鹅肝跟不要钱一样，而且他这种鹅肝是慢慢煎的，就会把里面的油脂都耗出来，所以吃起来只有香醇没有油腻。我感觉血压已经上来了，吃个牛排压压惊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份冰淇淋蛋糕，他家就连甜品都这么扎实。这家店快带你们的男朋友来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太实惠了。卡玩意儿，我觉得今天这家店是真的把我可爱到了，每道菜用的什么食材都还专门写给你看。在日本有很多这种寿喜烧的老店，真的是非常老的那种，藏得很隐秘就不说了，还很不好约，耍什么大牌啊？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，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啊！日本这种贵到死的寿喜烧店都什么样子？予約したの6です。リュウ様、はい、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。どうぞ中。
6度3分で大丈夫。はい。すき焼きは2回ですね。はい。今ご案内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对，进这种店的第一步一般都是脱鞋，然后你们就会发现，把我们带上楼的、带进房间的，再是介绍菜单的，最后是帮我们烤肉的，是4个不同的姐姐，感觉莫名的高端。点菜的流程非常复杂，但总结下来其实就是超贵跟巨贵2个选项。还好这家店的前菜只有1道，这道菜就叫水无月。这其实里面每一小坨都还挺精致的。这个是鸡蛋红豆糕，吃起来像那种微微泛甜的鸡蛋布丁，我喜欢。然后是一块不知道涂了什么酱的烤鱼，上面是芹菜的碎末，非常清奇的搭配。然后是一小颗牛肉，他们专门在牛肉的外面涂了一层牛肉末。接着是一些6月限定的蔬菜，然后上了2盘巨可爱的刺身拼盘，这颜值比味道还要好。鲷鱼、金枪鱼跟乌贼蘸酱油就可以吃了，但海胆还是要好好品味的。拼盘最上面是一坨和牛寿司，肉只有外面的一圈是熟的，吃起来巨嫩，特别美妙。然后是一份类似茄子煲的东西，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巨奶，就像加了奶油一样。里面的鱼肉还特别下饭。真好吃。烤的2条鲶鱼就还一般，不过刺儿都是挑走了的。然后又是一份特别可爱的菜，烤和牛，看看这个肉质，软的像夹了一坨雪花，一次吃2坨。巨软，不知为什么又想听莫文蔚的歌了。然后看到阿姨悄悄的把锅端了进来，我就知道我们要到最后的主菜了，一份寿喜烧，一份小火锅。这个也是阿姨全程帮我们弄，我们就不糟蹋了。吃之前还要介绍一下各个蔬菜的产地，然后2个套餐里面总共有6片和牛，其实已经很多了哈。然后都是6种不同的吃法，特有仪式感。第一片是蘸着生鸡蛋液吃，哇，这个生鸡蛋液可以把和牛脂肪的那个甘甜给衬托出来。然后是柠檬秋葵味儿，又是奇怪的组合呢。火锅涮的就完全不同，缠绕着这种蔬菜的清香。然后这种高级餐厅的甜品你们都懂的，肯定会是什么昂贵的水果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呀。哇，这个真的有点恶心。日本人在追求食材新鲜的这条路上面是越走越远，感觉他们吃什么都要吃活的，他们才觉得新鲜，是不是有点太扭曲了？还有大伙瓜子，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就非常的有日本特色了，它招牌上就写了高级活鱼料理6个字，顾客围着几个大水池坐着，食材们就在中间看着，感觉非常抱歉。店里今天有哪些菜是直接挂在了房梁上，简单直接到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菜。第一个小前菜就很迷，是一份果冻加的像蕨菜一样的东西，口感巨怪。第2盘就上了河豚刺身，这个一看就不是 Yuki 家，它不可能就这么小一盘，不过还好味道非常鲜。河豚刺身真的是永远的神。刺身终于来了，好像除了金枪鱼，别的都是活鱼身上的肉，然后发了2个盘子给我们，这个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这种肉吃起来特别的软糯，跟冷冻的鱼肉比起来差太多了。鲷鱼跟三文鱼蘸酱油就很好吃，但这种新鲜的青花鱼还是要跟紫苏叶一块吃才行。接着就是今天最恐怖的一道菜，它的名字就叫活乌贼，就是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动，旁边放的是一块扇贝肉和一块翅膀。继续刚才的乌贼，因为它才被端上来，所以你夹起来的时候还在拉丝，吃起来很软糯，但是又有一点像胶泥，不过还好味道不错。然后旁边这个翅贝我非常喜欢，嚼起来像是在嚼海带，莫名的爽口。然后这里的鲍鱼会当着你的面煮熟，然后切好之后再端上来，表面上会用喷枪烤一下，吃起来会更香。旁边那个是鲍鱼干，那个巨好吃，鲍鱼果然怎么弄都好吃。然后终于来了一道正常一点的菜，大猪排，我好感动哦。就是吃了那么多海鲜之后，突然有一个带油香的东西出现在你面前，这就是沙漠里的绿洲。然后就是炸河豚，这个炸的中规中矩吧。最后一道主菜就是黑毛和牛锅，感觉就是弥补了我今天吃过的生鱼。和牛煮出来就是特别的肥美，因为它的脂肪是甜的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抹茶椰果冻，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鲷鱼烧配抹茶冰淇淋。这样一顿下来，其实就是什么都吃到了，还挺满足的。其实如果你吃不惯生的，也可以直接让服务员帮你做成熟的，就像这种天妇罗。但是偶尔也可以尝试一下生的，对吧？有些是真的还可以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哇呀。今天这个街直接把我逛成穷包，我就告诉你们，在日本逛动漫街是没有不花钱的哈，这简直不要太好买。好了，再让我垃圾买，我最近好像吃的太多了一点。就是我在想一个事儿，就是我们看过的最老的动画是什么？我印象中好像是龙珠，又好像是福星小子，好像火影也挺早。但其实你会发现，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作品大部分都是 Jump 的，就非常热血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逛一下街吧。东京的动漫街呢，主要有3条。秋叶原这条街就是什么东西都有，其次是中野百老汇，里面主要是卖一些老 IP 的周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池袋，这个地方主要是贵。但我们今天还是主要看一下 Jump 的东西吧，毕竟你要知道，最火的鬼灭之刃和咒术回战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门口了，哇，这个真的超酷！一进门就是家教和银魂的等身雕像。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刷卡吧。这个东西也很厉害，它是漫画原稿的复刻，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场面，而且这个纸都是跟原稿的纸是一样的，哇，特别的精致。还有约定的梦幻岛，我特别喜欢这个。这还能不买吗？这个难道就是海贼王最新的盲盒吗？咒术的小盲盒也好可爱。手没有啊，就是基本上江浦历史上的作品，在这儿都能很轻松的找到。看到的《圣斗士星矢》是不是有很怀念的感觉？日语读作 Saint Seiya， 我一直觉得这个发音好性感。你们还记得星矢、子龙、冰河这几个角色吗？我最后在店里反正是买了一个牧羊座的手办，就是有点贵。逛完了这个，旁边还有一个任天堂专卖店，感觉今天的钱包君要下线了。这个超级玛丽的杯子我肯定要了。动物之森这个衬衣好像可以拥有，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？那个死神的粉丝就不用问了哈，他已经销声匿迹了。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快乐的逛街视频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我反正很快乐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买就完了，卡哇呀。